用刀和剑一样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。早在新旧石器时代就有了石刀、石斧等工具。商周时代，随着青铜器的应用，出现了青铜剑、青铜刀等兵器，但主要是剑的应用。春秋战国以后，铁制兵器逐渐替代了青铜兵器，两军作战主要还是用弓箭、长枪等兵器。宝剑只是辅助兵器，当弓箭和长枪没有了，或战后用于割占佛耳朵济公时，才使用佩剑和佩刀。当然，这时用剑还是主流，刀还是很少出现。而且一些有地位的人或剑客将宝剑作为装饰品佩戴在身上，既可防身，也可以做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到了汉代，随着与匈奴等游牧民族战争的增多，用刀替代剑作为辅助兵器才多起来，以致以后甚至替代了宝剑。不但成了辅助兵器，还成了有身份的人的装饰品。那么，为什么刀能替代剑，作为与游牧民族作战的主要辅助兵器呢？刀在骑兵作战中更有优势，游牧民族多为骑兵，因此汉唐等中原王朝也需要组建强大的骑兵才能与之抗衡。我们知道，骑兵作战相互交错，短兵相接，多用于劈砍的多。宝剑是双刃，劈砍、格挡很容易折断或卷刃，而刀为单刃，可用刀背格挡，用刀刃劈砍。由于刀背很厚，格挡起来就不容易折断，而且刃部的锋利也可以得到保护。如果两个人没有骑马拼杀，自然是用宝剑更好，因为宝剑更轻便锋利，更容易刺穿敌人的铠甲，而用刀则显得笨重，也没有宝剑锋利，刺杀起来自然不及宝剑更快速。要知道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在战场上生死较量，稍微的迟钝就有丧命的危险。但若骑马作战，用刀刺杀，这种略微笨重的缺点可因战马的冲劲而抵消，再加刀的劈砍、格挡效果优于宝剑，于是战场用刀做辅助兵器就普遍起来。刀的制作工艺比剑简单快速。我们知道，打制宝剑需要打制双刃，很需要一番精工细作，也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而打制一把刀呢，只需要打制好单刃就可以了，相对不需要那么多精工技艺，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时间。当战场上需要大量的辅助兵器时，打制同样数量的刀要比打制同样数量的剑要省很多时间。因此，在兵器制造上，刀的生产更简单快速，打制刀器要比打制宝剑更省人力、物力和时间。那么刀为什么后来由直刀发展成略微弯曲的弯刀了呢？汉唐时期多为直刀，辽、宋、金时刀作为兵器，逐渐向弯曲发展。蒙元早期使用的其实也不是弯刀，而是直刀。但是成吉思汗有一次在和西亚的交易中发现了当时的阿拉伯弯刀，他发现这种弯刀更加的实用，于是就命人改进。后来蒙古的能工巧匠在引入中原地区的热处理技术后，成功改进了阿拉伯弯刀，变成了后来的蒙古弯刀。蒙元统治者为了防止中原及南方汉民的反抗，多次将他们的刀枪剑戟没收消融，致使汉唐以来传下来的直刀逐渐销声匿迹。汉唐兵器的传承出现了断层，代之而来的蒙古弯刀却普遍的流行起来。于是明清以后，蒙古弯刀经过不断的改造，出现了雁翎刀，并大量的装备部队。直到今天，各种长短刀具都基本上是从明清时期发展而来的，同时也融合了其他国家刀具的特点，形成了今天以弯曲为主要特征的刀的形态。那么游牧民族为什么喜欢用弯刀呢？其实据有关资料显示，汉唐以来刀具虽以直刀为主，却也有弯刀出现。阿拉伯及其他国家的弯刀最早也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，他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刀具进行了改进，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在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，像匈奴、突厥等游牧民族，他们用的都是弯刀，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从现在出土的各种汉唐时期的文物上看，那些匈奴兵和突厥兵的图画佩戴的战刀都是以直刀为主，很少有佩戴弯刀的图画。真正大规模使用弯刀做兵器的还是蒙元时期。那么使用弯刀做兵器有何好处呢？其一，容易锻造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在武器锻造方面，弯刀的锻造难度要比直刀低，更容易大量制造出来装备部队。其二，弯刀不易折断。从早期的锻造武器来说，直刀和别的武器对砍是较容易折断的，所以使用铁锻造出来的弯刀，这样就能增加弯刀的坚韧程度，
也让他们在战斗中不会轻易的砍断。其三，弯刀更灵活实用，弯刀更加适合骑兵作战使用。骑兵最大的战斗特点是灵活性，他们必须保证高强度的灵活性，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损耗敌人。而事实证明，在马背上，弯刀的确比直刀更加灵活，更加的适合劈砍。哪怕是在现代战争的骑兵当中，他们使用的也是弯刀。其次，弯刀对伤口伤害大，在战场上，直刀插入敌人身上只是一个垂直伤口，伤口较小，而弯刀就不一样了。由于它是曲刃，更容易造成敌人伤口加大，给敌人以更大的伤害。同时呢，伤口大也便于迅速拔刀。其五，弯刀更便于切割。游牧民族以牛羊为食，他们吃肉喝酒，爱拿把刀砍剁切割，使用弯刀相对于直刀来说，刀刃更长，更便于切割砍剁，更加实用。蒙古弯刀经过改良，令刀更符合力学的原理，不需要士兵的自身力量，光靠马匹的冲力就很容易将敌人的头割下，这样很好的弥补蒙古人和中亚及欧洲人比的身体力量缺陷。据某些西方文献报道，蒙古骑兵只是将弯刀放在马鞍的一侧，刀刃弯的部分就长长的伸出，而靠近刀柄的部分是直的，而且比一般的弯刀靠近刀柄部分长很多，这样保证不会误伤自己。当骑兵一冲入敌阵的时候，就很容易顺带将敌人连人带盔甲削掉，也为骑兵自己本身节省了体力。当然，倒也不是说弯刀必强于直刀，如果只有2个人，直刀的射程优势和破甲能力可以压得弯刀手几乎抬不起头，但是直刀的重量使得直刀手的体力消耗很快，而且一旦出手就不容易收回防守。在这一点上，弯刀由于重量不大，可以攻防兼备，并且节省体力，攻击速度快。此外，如果双方经验不足，弯刀的弯形刃的攻击范围和轻武器的攻击速度都很难预测，如果是双刀就更难预测，而直刀的攻击轨迹就可以比较简单的预判，这也是一种优势。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，弯刀离开骑兵对冲的速度优势以后，杀伤力实在是小，往往只有击中要害才能造成致命杀伤，而双手持握直刀却可以一击致命。所以说，在大规模骑兵战上，两者各有侧重，而且如果以轻骑兵为主，弯刀的适用面高于直刀。在大规模步兵战士，弯刀没有市场，而直刀属于可堪一用。在极小规模的街头斗殴中，弯刀由于轻巧灵活的优势以及难以预测的攻击轨迹，效果优于直刀，但是直刀的杀伤仍然不容小觑。